而且劳动带来自由。在这趟旅途中，并不总是美丽无邪的画面。在德国南部，有个地方的历史真实且沉重，它存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效率地消灭犹太人等特定族群。这地方就是达豪集中营。今天跟着我一起来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早上我搭乘火车到达豪火车站，然后再转搭公车，从慕尼黑过来，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。从游客中心走到集中营的门口，首先会先看到门外有一点遗迹，还有当年集中营的火车站月台。当年犹太人就是一批批被这样送过来，光是1938年就送来了11000名的德奥犹太人，1940年再送来了13000名的波兰犹太人。而且劳动带来自由。走进大门时，别无选择，也只能接受了劳力使你自由的谎言，不断的工作直到死亡。现在进出集中营是自由的，但以前的人进去大多就出不来了。明明不是犯人，却从此有了囚犯的身份，那种绝望该要如何理解呢？前面呢，这是他们以前的操场。以前他们在点名还是在处罚囚犯的时候，都是在这个空地。然后右边这一栋是他们囚犯自己盖起来的建筑物，主要是用来当做厨房啊、办公室，然后工作的地方。然后左边这个也是就是要求囚犯他们盖的，这是他们的宿舍。这个长有100公尺，然后深度有10公尺，然后这样2个，然后后面还有31排。这肉眼看起来真的感觉没有100公尺，我实际走一次看看。12年的期间，这里关了20万名囚犯，直到1945年，美军解救了在达豪与附近的小集中营的6万多名幸存者，其中幸存者约1/3是犹太人。我现在相信它有100公尺，超远的。然后他们就是一路这样子盖下去，总共盖了32排左右。然后这边最多的时候容纳了5-6万人。这一个水泥都是他们以前的地基，你看超远。然后两边都是。导览说，前面3排是他们的写字楼，然后以及一些办公或是兵工厂的地方这样子。然后从第3排开始才是他们的宿舍，然后旁边也有卫生所，然后卫生所也在这边做了一些很不人道的实验，把这边的囚犯抓进去，然后去做一些人体实验，像是在高山会有的一些反应，或是一些传染病啊，然后蜂窝性组织炎，或是一些瘟疫的一些人体实验，这样子还蛮不人道的。就是叫囚犯去建造一些军事武器，然后也把一些女囚犯来当作是慰安妇来使用，这样子来提高其他囚犯的工作效率。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些阶级制，因为前面呢，就是前面几排就是关一些欧洲人，那在后面一点就是关犹太人，然后波兰人跟俄罗斯人这样子。然后在后面呢，就是关一些没有工作的，目前没有工作的人。然后在后面就是关一些神职人员。然后他们会从后面几排的这些宿舍或是牢房中，就是会把一些可能没有用的人啊抓去另外一个集中营，一个毒气实验室的集中营，去那边安乐死这样子，真的蛮夸张的。然后前面这边有一排那个铁丝网，那个就是这个营区的边界。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就是只要发现有囚犯呢要逃跑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射杀，然后直接当场枪毙这样子。他也有一些看守的人会故意有意无意的故意让他们不小心越过去。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理由，然后来射杀这些囚犯，满足他们的乐趣。
然后他们也可以透过射杀这些试图逃跑的囚犯，然后来获得他们的奖励。我现在要进入他们以前的分尸院，就是他们以前处理尸体或是处决囚犯的地方。后来纳粹知道自己即将打输这场战争，趁还有余力，赶紧杀害越多犹太人越好，所以加盖了这么一大间焚烧厂。资料说这里一共火化了23万多人，但确切数字没有人知道。因为美军来了之后，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火车载了要处理的死尸，陆陆续续抵达了30辆。我现在要进入他们的焚尸院。这个房间呢是那些囚犯脱衣服的地方，他们被告知要在这边脱衣服，然后脱完衣服之后，这个房间就是被伪装成淋浴间，就是用来使用毒气来杀死那些囚犯的房间。然后死掉的囚犯呢，尸体会被集中在这个房间，然后等待把他们运去焚化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房间就是他们焚烧尸体的房间。那这个房间呢，是用来存放一些来自集中营的尸体，存放一些尸体，堆积如山尸体，然后等待被送往焚化炉。除了大号集中营，当时在附近还有约123间小集中营，这只是规模最大、最糟糕的一个。我现在要进去他们以前的宿舍，是他们以前睡觉的地方。营房的格局随着关押人数的增加，可分成3个阶段。最拥挤的时刻，根本是床并着床，十分的拥挤。在这里，访客可以看到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与过程，并在离开时深刻体会自由的清新与可贵。面对这么丑陋的历史，我觉得很烦，说不出什么。让我觉得这世界亏欠了犹太人太多，根本无法有一笔勾销那种轻松的想法。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事实上只是70年前发生的事，甚至现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可能还发生着类似的事件。